父亲，生产氢气的原料实在太少了，幸亏你想的，从飞机上把铝投下来代替了，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啊。把你父亲看得也太蠢了，那点简单的化学，难不倒你父亲。父亲，这个是飞机的发动机设计图吧？嗯，长学问了。哼，我跟你说，建桥，现在英国已经研究出了喷气式战斗机，用的是涡轮，速度能达到900，这真是不可思议啊！你父亲我脑子也不笨，我就不信我研究不出这种战机来。一定行。先生说的有道理，喷气式战机未来一定会取代螺旋桨机，而且一定是将来取胜的关键。先生，咱们有没有可能自己研究涡轮？那我在这干啥呢？先生，您看，这个公式能否应用在涡轮设计当中？你这么大本事，那你为啥不来干这个事儿啊？没事，我父亲就这性格。哎，曾老夫子，别叫我。哎，哎，教育部可是说了，只要你的音代律法考决定出版，他们就给学校拨款。现在学校窟窿是越来越大呀！啊，你得抓点紧。好，我抓紧时间校对。好好，我现在马上去银行得落实一下，铺垫铺垫啊。好，老毛，好，交给你了啊。哎，诸位，现在战争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也就是最艰苦、最艰苦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北欧的2个国家，他们在面对侵略的时候，所表现的是完全不同的态度。首先是丹麦，当德军进攻的时候，丹麦的军队仅仅抵抗了4个小时，就宣布全国投降。于是德军顺利地占领了丹麦。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叫挪威，本来德军是打算长驱直入的，但是他没有想到，挪威的军队会做出了殊死的抵抗。在挪威的海岸线上，德国人甚至损失了他的巡洋舰。几个月之后，因为实力的悬殊，挪威国王哈康2世被迫带着他的政府转移到了北方。但是即便是在北方，他也依然坚持指挥着他的地下军队，抗击着入侵的德国人。哈康2世留下了最经典的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屈服于侵略者的时候，那么这个民族它不值得生存下去。我讲完了。好。浅莹，跟爸爸回家，现在。爸爸，爸爸，你怎么了？爸爸，怎么了？爸，赶紧回家。爸，你别生气呀！太不像话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把自己的手绢给了曾剑桥，我怕是他把自己的心给了别人，他自己还不晓得呢。你就消消气吧。你跟女儿怎么都不对劲儿了，你就不能理性一点呀？我怎么理性啊？啊？你是没有看见他看别人那个眼神，还有他脸上那个笑。你养了他这么多年，我怎么没有看到他对你这么笑过？啊？我能不生气吗？我。哎，住手！
干什么呀？这个石杯子是我从北平一路背过来的，你要是把它摔坏了，你以后只能用碗喝水了。浅英从小就被你宠着，没有见过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再说女儿长大了，她早晚都会有自己喜欢的人呢。他什么时候长大了？就是个孩子嘛。他不就是喜欢一枝花，喜欢小猫什么吗？那是孩子的心性。你先过来坐下。你想让浅英陪咱们一辈子啊？一辈子就一辈子，我养他。你看你说什么胡话！这个家里，谁是任性的孩子？嗯？浅英今年20岁了，虚岁。我记得我17岁那年和你在一起的，你那个时候才25岁，跟曾家那小子差不多大吧？你要是不喜欢曾念桥，也行，咱们周围也有不少优秀的男孩子，你那些学生啊什么的，你找一些初中。行了，那还不如那个曾老夫子家的那小子。你呀，真是刀子嘴豆腐心。南山，我是担心浅英要是真的出嫁了，离开这个家，那你说咱们这个家得多冷清啊？难道养了女儿这么多年，难道等来的就是一场离别吗？你还记不记得我出嫁的那一天？我父亲一直在流眼泪，到后来给亲友致答谢词，几次哽咽，话都说不出来。后来这件事情一直被叔叔姑姑们当作笑话来说。我当然记得，他那天给人家敬酒，他手里拿着杯子，但是他这手一直在抖，酒洒了一半，别人就说他是故意的，不诚心。对对对。其实浅英是个好孩子啊，就算她出嫁了，她也一定会经常回来看我们的，对吧？当然会。她永远都是我们的女儿，你也永远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男人。那当然。进来。爸爸，今天小鱼儿简直太香了。我不吃。爸爸，你写书辛苦了，得给你补补身体。爸爸不吃。哎呀，我为了给您煎鱼，险些烫破了手。你怎么回事啊？你烫哪儿了？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疼不疼啊？啊？是险些，爸爸。我就知道你关心我。你看你这孩子。我喂你一个。哎，别，小心刺儿啊！香不香？居然还挺好吃。那当然了，我是妈妈的女儿嘛。建阳，真的是你做的吗？说实话。不是。我就知道吧，你怎么会做家务呢？哎，您不是也不会吗？您还不会煮饭。您上次换桌布还把墨水倒了一桌子，是不是？谁的女儿就随谁。我有这么多的优点，你为什么不学？为什么老说这些？真是的。你也来一条。我不吃，你吃吧。哪来的小鱼啊？是曾念桥他们在溪水里捞的，第一锅就让女儿拿来孝敬你了。
不吃。几条破毛鱼就想换走我们家闺女啊？太坏了吧！我看出来了，你是知道这件事情的。你们母女两个人串通好了，是吧？就是骗我一个人，对吧？说话！哎，爸爸，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最疼钱英了。钱英第一个爱的人是爸爸，最爱的永远都是爸爸。你看啊，这可不是我教他的，这都是遗传你。怎么叫遗传我呢？当然遗传你了。你追我的时候说了多少肉麻的话呀？真的吗？说了什么？我听听，我听听。哎，我听听。你怎么当着孩子面讲这些呢？哎呀，爸爸，你说一说，我听听。别闹，钱英，真的，爸爸有2个问题要问你。你是喜欢上曾念乔了是吧？可是那个臭小子他喜欢你吗？他不喜欢。不是，我没有问过。爸爸，是我做错了吗？我该怎么跟你说呢？你现在长大了，你真的准备好了去爱一个人。是的，是的，爸妈。千英，你没错，爸爸妈妈不会反对你的。好了，你先去睡觉吧，时候不早了啊。晚安，爸爸。晚安，妈妈。晚安。等等，拿着，多吃点。女儿的事儿是喜，不是愁。这次地怎一个愁字了得？これより文化新聞です。中国佛科大学国学院教授両文学の新著近代歴方向が近日昆明にて出版されます。我听说了，凌文月下周有个正式的发布会，他重写了一部殷代历法考，但白督办每天派人重点保护他，我也不能明着下手啊！一定要拿到无丁奖。只要凌文月手上没有无丁奖，所谓的殷代历法考就是无本之木，明白吗，陆先生？冈山先生，武丁甲线索全无，但凡有一点线索，我都会帮你的。我看这生意就算了。陆先生，忘了跟您说件事，我送给你的静安油田上个月有了进账。我通过仰光银行汇到您在日本家人的账户了，我想他们都收到了吧？对了，我听说贵国有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2年一直在执行一项所谓的除奸令，什么张小林、傅小安，可是杀了很多与我日本国交好之人呢。陆先生，您仔细想一想。
如果被军统知道你我之间的交道有这么多年，他们会如何对你啊？我看你是想让我永远下不了你的船啊！当初你上我这条船时，可没人逼着你，你自己应该想清楚，陆子怡。你要想一辈子左右逢源，那是不可能的。摆在你面前的有2条路，要么继续为我办事，未来与尊夫人令公子团聚在虚律旗下；要么身死军统之手，遗臭万年。陆先生，你自己选吧。再见。来人，楚座，把徐科长叫过来。是。我按照处座的吩咐，每天都检查，处座的办公室绝无窃听设备。处座，跟日本人的来往是不是先停下来？我这跟您挣点外快，没必要搭上脑袋，您看是不是啊？这个世道啊，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杀个汉奸，那都是给国民看的。委员长自己不也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谈判吗？去年那个备忘录，只要承认满洲国再一同防共，保证重庆政府与汪精卫协力合作，日本便可撤军。要不是担心重庆政府被民愤先倒，他早就签这个字了。处座，那您的意思是？我这么和你说吧，你手上这点事儿，沾的不多，还甩不掉，足以让军统收拾你的小命。做人啊，不能一天到晚只想着挣钱，格局要大，人还要狠啊，兄弟！狼行千里吃肉，有狼性才能吃人，狠者才是男人本色。我最后再说一句，只有把自己做大，才没有人敢动你。我明白，处座。可是武丁甲确实没有着落，接下来从哪儿下手？那个记者肖洪恩，知识分子这种东西啊，嘴硬手软，就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不然武丁甲这个生意就永远做不成。是，我马上去办。我去趟印刷厂，你们先忙啊。好的。我跟你说，有件事啊，一直瞒着你姐。如果有一天他知道了，我肯定会吓一跳，说不定啊还会觉着，原来李丰来这么了不起。什么事儿？我不告诉你。
那这样，吃了这个，我就给你双。我不吃。啊，好，那我也给你双。你是海棠的弟弟，又是我兄弟，哥们儿啊，我信得过你。这件事儿啊，原本是我和我哥还有念桥哥之间的秘密，有这么一块刻着甲骨文的龟甲，叫什么五丁甲。五丁甲？哎，这个五丁甲呀，可是我从杭州一路带到昆明来的。要不是我，早落那谁手里了。所以你就是杭州岳庙那个小贼？就是我。哎，怪不得我看你眼熟。哎，那东西你还给林伯伯了吗？先吃米线啊。大表哥哟，洪哥，嘿，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哎，来坐，来，洪哥吃饭了没？我请你吃米线。别说，还真有点饿。但是心意我领了，还是我请你们吧。老板，来一碗过桥米线，多放点辣啊！哥，我跟你说，有件事你绝对想不到。什么事儿啊？你还记得来昆明前那个在杭州岳庙换走林伯伯盒子的小贼？就是李东来。什么？真的假的？你小子真行啊！谢谢啊。哎，对了，那后来这东西还给人家林伯伯没有啊？他丢了东西，你不知道有多着急，神志都恍惚了好几天，对吧？我那个东西逃难的时候丢路上了。啊？对了，洪哥，你干啥去了呀？啊，我去了趟印刷厂交青印儿。你们呢？去气象站取气象报告，姐夫要的东西。哎，他最近跟海棠怎么样啊？好着呢，怎么问这话？啊，没事儿，就觉得他们老不结婚啊，有点奇怪，担心他们呢。你就放心吧，我姐夫整天眼里只有打仗和我姐，他哪有空想别的女人啊？而且我姐夫，他表达爱意的方式和别人不一样。你没看见我姐窗前那个风铃吗？我哪有机会去海棠的房间看她的东西呀？啊，怎么了？我姐不是喜欢甲骨文嘛？她就用一小块甲骨做成风铃送给我姐。我有一次偷偷溜进我姐房间的时候，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只说是个典故，是谁送的也不说。哎，对了，那甲骨上还刻了3道红色的划痕。哎，海晨，我有件事想问问你啊，你们空军学院最近还招人不？我回头帮你问问。晨，啊，切记，帮我们找到五丁甲。五丁甲背面3道划痕是红色。哎呀，差不多了。你们一会儿去哪儿啊？我回报馆。我回航校。我安他一路。啊，那我们就不顺道了。那我先走了啊。老板。啊，大表哥再见。洪哥再见。再见。走了，走。好好的啊。哎。提醒你一点，要什么龟甲呀、兽骨啊这些的，对谁也别提，大表哥也不行。啊，走吧。请吧，肖主编。肖主编，等你好久了。你们要的东西我都已经给你们了，又要干嘛呀？好像不对吧？我们处座要的东西，好像不只是一部书稿。你们要的那个五丁甲，我真查不到。你想想，你们都弄不到，我就是一小记者，我上哪儿弄去啊？你可不是小记者，
你是《新知报》堂堂大主编，我跟你说，拿到武丁甲之前，你脱不了身。我真弄不到。再说了，我也不能再跟你们做事儿了，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吧。我不杀你，我只需要告诉天下人，你偷了林问月的书稿，还交给了日本人。什么？交给日本人了？你们不是帮政府办事儿吗？把书稿交给日本人，就是替政府办事儿，你懂什么？不过也对，连报社主编都理解不了的事情，小老百姓更不会懂，所以他们只有认同。一天到晚高举爱国反奸大旗的《新知报》总编，竟然自己就是汉奸！你，武丁甲，你有线索吗？行，你先把这收起来，这么多人呢，一会儿误伤了。我好像在哪儿是见过，就是那3道涂了红印的划痕是吧？朱座，我查到了，是张启，您看看。别急，慢慢讲。萧洪恩说，张启做过一件手工，是用龟甲做的，上面有3道红色的划痕。张启一定是见过武丁甲。朱座，您还记不记得金智烈那个助手说，金智烈把武丁甲给了他一个故人？咱们查来查去，只查了林问月、孟无染和曾念桥，就没想到张启那儿去。我刚才查了张启的履历。他在航校履历表上只填了美国的军校，民国21年入学。他还填了个曾用名张白安。您猜之前他在哪儿？讲。我托了北平富华大学的人查民国21年前3年内入校的学生名单，没有查到张启，但查到了这个张白安，物理系。所以说，张启是富华子弟。金智烈是富华教授，说不定他们之前早就认识了。对。民国26年6月16号，也就是抓曾念桥的10天前，张启确实飞过一趟北平。这样说，他之后一直针对我，也就有了理由。还有，书座，林问月的阴代立法考发布会就在后天，咱们拿多少钱办多少事，这件事情不在范畴之内，让冈山信一自己去解决。是。哦，这书落高，落高显得有气势。爸，表哥来了。哦，坐。孟秘书长，白督办到。孟秘书长，白督办。哎呀，今天这场好事我是一定要来的。辛苦啊！老唐，我去前面看看。孟先生。孟秘书长，林教授看似只是编撰了殷代立法考证，为殷朝历朝君王。珍珠，坐这儿。但足以证明大成朝确实存在。海棠，我也来帮你搬书吧。这了不起啊！你看，读书人虽是林教授可望，也是呕心沥血相伴。对此书贡献最大的是林文月教授，还有逝去的金之烈教授。我只是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而已。啊，孟秘书长，我来给你引荐一下福田信银行的胡行长。胡行长，你好。胡行长，我早就说过，富华一到昆明，云南满壁生辉呀。就这一本殷代立法考，就足以奠定了我们昆明为整个亚洲文化堡垒之地。白督办所言极是，
我富滇新银行也没带什么贺礼，本票一张，随时成对。我先代表富华谢谢胡行长，请。云教授到。好，主角来了。辛苦各位，谢谢各位了。白督办，哎，教授，请。请。欢迎林教授。报告，敌机进入云南境内，8架96陆攻22型，2架临时护航。曾念桥，风向正常，指定地点释放浮油炸弹，今日这班战机等待开车命令。洞95收到。洞拐5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开车。感谢各位能来到殷代立法考的发布现场，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民国19年，我和复华大学的金志烈教授，在河南安阳的小屯，发现了大量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林先生，在，怕是在说假话吧？鄙人冈山信一。冈山先生是学者，也是远道而来的朋友，请大家稍安勿躁。冈山信一先生和我见过几次面。既然自称是学者，这里也是学术的殿堂，那么我们就应该让冈山先生把要讲的话说出来。请。林先生，我不远千里从日本赴昆明，只为问先生几个问题。请讲。林先生可承认，殷代历法考一书是计算殷商历代先王在位时间和大事历法，理论的基础是架于金先生和林先生于民国19年发现的刻字龟甲武丁甲，对吗？没错，武丁甲是非常重要的佐证。那林先生，你能拿出甲片吗？非常遗憾，在杭州丢失了。哦，所以说林先生并无佐证，对吗？那么殷代历法考从何而来呢？冈山先生，我们的论证是这样的：在龟甲上面找到真人的名字，在不同的龟甲上找到相同的真人名字，找到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通过实物、史料、史记进行二重论证。根据我们的推断，这个龟甲出自于殷商王朝的武丁时期。那么林先生又是如何断定武丁甲上的真人就是武丁王朝时期的真人呢？啊，是这样的，在武丁甲上面有3条刻痕，这3条刻痕的含义是兴衰息，它代表着一场流星雨，这和我们史料的记述是可以相互的印证。
因为武丁王时期发生了一场浩大的流星雨现象，我们就此得出的结论，这个甲片就是出自于殷商王朝的武丁时期。那好，林先生，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新帅系这3个字，为何不用甲骨文，而用刻痕？林先生，大家不要慌张，就地疏散。孟教授，让学生和教授们进房工作。林教授，闺女，不行了，走。东拐5，起飞。东拐5收到。高度3000，速度280。航向110，航向好，高度速度好。敌机即将进入昆明境内。看见敌机了，浮游炸弹准备完毕。东拐5引导，注意安全距离。敌机还有10秒进入复弹区域，准备引爆。これは何だ？気象気球か。一架96陆攻炸毁，一架96陆攻机翼受伤，敌机群撤离。风向怎么变了？东南方，糟了！浮游炸弹区发生向西北方向位移，失去空中屏障。重复，失去空中屏障。糟了，敌机群开始掉头了。马上东拐5赶紧回来！东拐5撤离，曾内桥引爆剩余浮游炸弹，以免误伤民众。是，东95收到，立刻引爆。这是老天爷跟咱唱的对台戏呀！一毁一伤，赵启，你们已经尽力了。教育长，现在敌军士气正弱，韩光中队申请出战，还有2架零式呢，申请驳回。7号的惨剧难道要再发生一次吗？我教过你，忍。忍字，上刀下心。可如果一直忍，这把刀就会插进心里。娄师德若无与吐蕃8次大战，那么唾面自干，到头来就只是个笑话。如果今天我们不乘胜追击，让敌人再次看到我们的怯懦，那整个大后方，在敌人眼里，就是唾手可得。不行，敌人的大方针未变，你现在要升空对战，就是抗命。那就让我来抗这个命。今天这件事情，与教育长无关，与韩光中队也无关，唯有勇气，才能让敌人心生怯懦。
坐下吧。咱们这届的空气动力学，现在就剩下你们这7个人了。如果你们不是去赴死，就好好的学。将来咱们的国家需要科学啊！我讲到哪儿了？空速过快可能产生油蒸气，堵塞油路。为了避免气塞，必须要使用沸点更高的煤油。好。来，排好队啊！老头，快进去，快！排好队啊！大家快点儿！快！大家往里边走，快进去，快！排好队，保持秩序啊！咱们的飞机飞得好低呀！快，金豆，快！吴然，你说会不会别的地方还有兴衰息这3个字？哎呀，你真是个痴人，赶紧走吧。山田は正しかったな。中国空軍もゼロ式の戦闘力の前では反撃する気も失ってしまったようだ。下にいるのはみんな臆病者。今回俺たちの任務は無差別爆撃だ。どっちが先に命中するか。俺たち大日本帝国空軍とやり合いたいのか。身の程知らずのアホめ。在昆明的天空中，有一架中国战机只身迎敌，他试图驱逐8架日本敌机，哦，不是9架。全国人民为这位英勇的飞行员祈祷。肖总编，你看我这样开头如何？经典滚筒，13号摆脱狙击。文渊，你可千万不要受那冈山的影响。这个人，外称君子之名，内行苟且之事。就是因为殷代理法考出版了，他急了，所以故意过来给你捣乱的。
印代列法考，我从头至尾仔仔细细看，相当的严谨。啊，我说的话你听进去没有啊？他的魂儿还在阴虚呢。海棠姐姐，有件事我没有搞明白，那个新帅西是不是因为在甲骨文上有另一种写法，所以那个日本人不承认那就是新帅西？嗯，新帅西在甲骨文里面最常见的是这一种。这心倒是有趣，倒像3根火炬。那个日本人说的真人又怎么写啊？真人啊，我会写顶字，你看。这些都是早已破译公认的。啊，林伯伯，林伯伯，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甲骨学家认定甲骨上的钻、凿、烧、琢的痕迹是真人用来占卜用的，所以他们认定甲骨文是用来记录卜辞的。但是因为我亲自制作过龟壳。无论如何都不能使纹路做的一模一样，因为每一次纹路都是随机的。纹路？对，如果是随机的，那纹路便会有上千万种。这样一来，如何占卜啊？你接着讲下去。所以，大家公认的卜辞之说，会不会不一定是对的？海棠，不懂就别瞎问，这还没到半瓶子水就在这瞎逛呢。我觉得海棠说的有点道理，那也不能瞎说啊。老孟，治学的人啊是要辩证的看问题，同时也要具有质疑权威的能力。哎，你还记不记得乙骨派否定上古史的那段时间，咱们大学一夜之间所有古史课本全改，待民国25年，考古重大发现对应《史记》当中的殷本纪，才知道商代这段历史是真实存在的。多所大学开课前又换回教材，这便是在探索之中治学。所以说，海棠说的不一定都对，但是他的思维模式却值得鼓励。林伯伯，冈山说，如果您教不出武丁甲，那您的印代历法考就不作数。其实，让我再想想。你讲的是有道理的。东拐5报告飞行高度，高度4000。东拐5拉升至编队高度。东拐5拉升，西山号以1滴9，撑不了多久了。东拐5拉升，死就死吧。西山号左翼中弹，翼下37中弹，发动机罩中弹。何をする気だ？俺たちの機体に体当たりする気だ！早く避けろ！右方向から中国空機の襲撃！ 西
敌机失去战斗力。西山号、洞95到达编队高度，与你并肩作战。洞拐5到达编队高度，与你并肩作战。申请执行飞行修仙。洞95、洞拐5，剪刀交叉，机尾掩护。我拉高2万，临时过载这下发动机可能失灵。等我拉俯冲，你们找机会干他。你3人机撑得住吗？干就完了。击落了一架零式，击落一架，太好了！洞拐5续航时间10分钟。洞拐5返航。重复，洞拐5立刻返航。无论多强大的对手，都必然有他的弱点。96陆攻22型的弱点就在他的护尾机枪处，这是他的视线盲区。咱们从后方副高度进入，自下向上追击敌方尾部。奴らは逃げたぞ。又击落了一架96陆攻，好好。报告教育长，我军此役以3敌11，在浮游炸弹助力下，击伤1架零式战机，击伤3架96陆攻，成功驱离敌机群。我方1架霍克3被击伤。好，马上报给重庆。是。把发布会开完，剩下的事儿以后再说啊。林先生，我们还是说回发布会的主题吧。像《英代历法考》这样的著作，国人期待已久，它的作用不亚于刚刚升空迎敌的战机。同样，它也给那些试图颠倒黑白的文化入侵者以痛击。说得好，我是金融界代表，我今儿代表金融界向富华大学捐款。我这副行长，对不起，我得先说2句。好，诸位，大家都知道，我林文月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我这一生追求的是做人的自由和做学问的严谨。我不得不跟大家说一下，兴帅熙这3个字，如果在甲骨和青铜器上找不到相同的表述，那这个单独的论点，它不能成立。冈山信一先生刚才的疑问是对的，我要跟大家说对不起，我对不起大家，请大家再给我一些时间。但是我现在必须要宣布，一代历法考停止发行。
林教授的意思是，《殷代历法考》这本书现在还存在着一些小小的疏漏，哎，但是丝毫不会影响。你也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如果连基本论证都不能成立的话，那这本书就要推翻。林文月，你应该支持我。父亲。 吴行长，拍个照。林先生，您果真是一生不说假话，谢谢您。呵呵。父亲，我觉得林伯伯这样做是对的。林伯伯，我支持你。初佐，张启刚打了场大胜仗，要从唐教育长手里把张启带走，恐怕很难吧？张启想当空战英雄，没那么容易。这件事情我们要踩一脚进去。之前让你查的丁焕生把资料找出来，我要向航委会好好汇报一下情况。是。41、42、43。队长，段119中了43弹。这些弹孔都是他的勋章。 怎么了？首战就成功击伤敌机，怎么还没精打采的？其实我那天坐在机场里的时候，一直抖，摁都摁不住的抖。要不是念乔哥叫我再战，我可能就掉头跑回来了。头一回作战嘛，害怕很正常。不是头回。 在南苑我那天若不是你来救我，我早就死了。那你为什么来考航校啊？我想做个英雄，就像破山哥和你那样。你知不知道？ 我第一次飞动119的时候是什么样的？那个时候卖给中国的霍克3是淘汰机械，我自己都没想到，头一回飞，起落架就收不回去了。要不是二哥那天给我领航，我可能早就摔死了。然后我就跟得了病一样，半个月都碰不了飞机，一碰就吐。 翻江倒海的啊！